Hello， 大家好。这几颗枫兰跟明护兰也是前天团购回来的，今天准备来给它上盆。枫兰跟富贵兰有什么区别呢？在日本，他们把比较有价值的叫做富贵兰，比较普通的就叫做枫兰。在我的眼里，富贵兰跟枫兰是一样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办法区别它们是枫兰还是富贵兰。我也是刚刚入门，还需要慢慢的学习。首先把原来的水苔拆开，检查一下它的根。根看上去还是挺好的。这些富贵兰是裸根从日本寄过来的。群主收到之后是用水苔裹住才给我们发货。这个就是用来种植富贵兰的塑料盆。有经验的高手们都是用那些比较昂贵的陶盆。除了盆子之外，还需要一个骨架，就是一个架子固定这颗兰花在盆子里面的一个支撑。就这样反扣在盆子里。正规的做法应该还有一个棍子固定这一个骨架，然后再来种植这一颗兰花的。我是贪方便就省了这个棍子了，就直接把这个水苔裹住这个小盆子，水苔尽量摁实一点，要把这个小杯子严严实实的遮盖着。然后就把这一颗枫兰放在这个杯子上面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再用水苔薄薄的把这些根都覆盖着。种植富贵兰有很多种方法。可以用水苔种植，也可以用树皮、桃栗木炭都可以。我之前也有视频跟大家分享过用桃栗木炭种植的枫兰，他们的情况也是非常满意的。今天用的是新西兰3A 的水苔，这些特别长的水苔是我特别挑选出来的。是用作最上面这一层固定里面的水苔的。首先是这样，把它缠绕着，然后缠到这一边，目的就是把原来底下面比较短的水苔都裹住，不让它们散出来。第二部分就是从另外的一边，也就另外一个90度的角再缠绕一遍。3A 的水苔的长度还不是很长，所以呢要特别挑选这些长的留作外面这一层水苔。新西兰3A 的水苔勉强可以做这个包子。最好是买那种特等的水苔来，就比较方便。第三部分就是从另外一个90度这样包裹下去。下面这些只要摁紧了就可以了。把它直接放到这个小杯子里面。这个时候如果水苔摁实一点，就比较容易下去。要不然慢慢的把这个杯子往下压一下也就可以。这个高度只要自己满意就好。如果你不喜欢它那么高的话，就把它往下压一下，
要不然这样也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放一个小杯子在里面呢？枫兰是附生兰，它不喜欢它的生长环境太湿润，里面放了一个小杯子呢，就保持了里面的空气流通，这样它的根就不会容易腐烂。这些水苔可以剪掉，也可以把它推到里面去。插上了名签，这一棵枫兰也就种植好了。其他的几盆也是用同样的方法种植起来。等它们的水苔干了之后，我再来跟大家分享怎样给它们浇水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